我闭上眼睛，世界就不存在。腹中火烧一样的感觉让张小强醒了过来，捂着肚子坐了起来，半眯着发呆，有些分不清是梦中还是现实。强烈的饥饿让肠子抽搐起来，各种感官又回到了身上。房子里死老鼠的臭味，窗户外灰暗低沉的天空，还有楼下行李桌的丧尸踩着碎玻璃的咯吱声，让人冷到骨子里。从床头写字台拿起还剩半包的袋装方便面，打开袋口，用鼻子深深地吸一口长气，不知不觉中，最后一粒面梗消失在口中。站到窗后，看街上的丧尸无意识地到处游走，盘算着剩下的食物还能坚持几天，不由得想到半个月前。张小强是个大龄宅男，父母先后因癌症去世，妹妹又嫁到外地，家里就剩他一个人。和单位领导吵架就辞职回了家，和朋友一起在 WH 市开了个小餐厅，又赔了本钱，也懒得出去找工作，抱着台电脑天天在起点上混。父母留下个门面收租金，吃喝不愁，日子倒也滋润。一个月出4门收房租，将1个月的生活物资买回家。体重慢慢增加到170左右，过着简单且低调的生活。2012年，他也刚满了34，网上到处都是什么末世语言的，他也没放在心上。那啥不是说1999世界毁灭啥的，也没见着咋地。到了3月，日本富士山火山爆发，随后几个月，世界各地都有火山爆发，甚至引起民间的恐慌。各种谣言都有，随后国家领导人发布电视讲话出来辟谣，许多专家们也尽量证实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。从6月开始，地球也开始平静下来，地震没了，火山平息了，经济也开始复苏了，猪肉开始降价了，一些末世网站也被关闭了，生活开始美好了，他照样还是混吃等死。2012年12月21日也过了，啥也没发生，那些末日论坛也沉默了，只有一些小白在抱怨家里买的大米白菜吃不完，最少的也买了几千斤，连带的是市面上的压缩饼干都涨价了。2012年12月24日，新闻报道有小规模陨石群坠落在太平洋上，没有造成经济损失。直到2012年12月31日上午9点，世界变了。张小强当时正熬夜后准备睡觉，觉得空气中有股说不出来的怪味，所以就将门窗关紧，洗了个热水澡，将他妹留下的过期香水当空气清新剂喷了个够，抱着被子睡了个昏天黑地。晚上9点起床，吃了点东西，打开电脑翻了翻起点网页，发现大多数的小说都没更新，一边骂作者，一边找以前的旧书来看。过了1个多小时，他发现了不对，他家就在水电之都的主干道上，虽然离城市中心很远，汽车总是来往不断，平时的汽车轰鸣声不绝于耳，他从起床到现在还没听到有汽车路过，难道是在修路？张小强心里嘀咕着，突然一声惨叫在外面响起，吓得他一个哆嗦，连鞋子都没穿，打着赤脚站到了窗户向外面望着。在路灯下，3、4个人围在一起，蹲着不知道在干嘛。张小强将眼镜取下，用衣服擦干净后重新戴上，仔细看着那几个人，好像在吃着什么东西。再看外面，发现几个人中间还抻着2条人腿在抽动着。接着，其中背对着他的人坐到了地上，路灯的光线照射到了人群中间。一个男人仰面躺在地上，头歪在一侧，胸腔被打扁。2个蹲在地上的人一边争夺着干肺，一边在往嘴里喂。背对着坐在地上的人，双手拿着一颗心脏在咀嚼着。张小强腿一软，一下跪坐在地板砖上，心里一阵的恶心，嗓子眼发痒，连忙从地上爬起来，冲到厕所呕吐了起来，直到嘴角发苦，再也吐不出来。好一会儿才扶墙站了起来，擦干了眼角的泪花，在饮水机上接了杯水漱口，坐在地上，
脑子里全都是以前看的恐怖电影《生化危机》《活死人黎明》《食人族惊魂》，还有人肉叉烧包等。坐了半个小时，感觉心里好点了，走到窗户旁边再次观察起来。吃人的人就变成了一群，路灯照明外还不断有人影慢慢的走了过来。这一切在昏暗的灯光下是那么的诡异，让他浑身都颤抖着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心里直发毛。突然想起了警察，连忙找到手机拨打起来。可上天仿佛在玩他似的一直在占线。接着他又拨打120还是打不通，又给几个亲戚朋友打了电话，不是没人接就是占线，急得他恨不得将电话扔到厕所里冲掉。窗外的人群已经聚成一堆，死掉的男人变成白骨散落在人群脚下，许多人趴在地上舔着血迹，不断撞倒在地上，人死着吃到自己的床饭。远处不断的传来惨叫声，零星的燃起大火，让远处的夜空如同白昼。看着养育自己长大的城市俨然一副末日场景，一股悲凉撕扯着心头。点燃一支香烟，深深地吸上一口，感觉好了一点。坐在电脑前打开新闻网页，发现整个版面都是病毒来袭。点开阅览后才知道，现在世界各地都有病毒症状的人群被发现，从北美阿拉斯加到南美阿根廷，从非洲大陆到欧亚大陆，到处都发现了感染人群。现在整个世界都是一片混乱。帖子上讲述了发生病变的过程。从上午10点左右，全国陆续发现有人变得毫无理智，开始攻击他人，之后感染人群开始增加，并且开始扩散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预案还未来得及启动，病毒就变成灾难，摧毁毁灭了整个行政体系。由于病毒的突发性，你不知道你身边的家人、同事、战友会不会突然发狂，被咬到或被抓伤，也会在45分钟内病变攻击他人。病毒现在被全世界命名为毁灭者，简称低病毒，分为空气感染和接触性感染。感染者攻击性强，力量为普通人的1.5倍，速度相当于人类正常行走的速度。爆发力较低，牙齿和指甲发生异变变得更加尖锐，普通衣物已经抵挡不住撕咬和抓挠。外部特征为没有瞳孔，没有视觉，行走僵直，双臂至手长至膝盖，嗅觉灵敏，食血肉，有听觉。如被抓伤或者咬到目前为止均产生变异。感染者活性较高，普通伤害对他无能为力，破坏神经中枢或打断颈椎才能杀死。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感染者产生新的变异，初步估算感染率达到了90%。如果有人看到这篇帖子，请好好的活下去，活着就有希望，活着就有希望。张小强默念着，现在已经清楚了窗外的人群都是感染者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否也已经被感染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病变，可他怕死，怕被那些变成丧尸的感染者吃掉。想着自己的手臂被撕下，肠子被拉出来喂进丧尸的嘴里，他就恐惧。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坐立不安，点上一根烟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考虑以后的出路。现在不用考虑出门求救，楼下的丧尸正等着你送到他嘴里。张小强坐在电脑前开始规划。自来水是不能喝的，天知道有没有丧尸正泡在自来水厂的水池里。还好他在家比较懒，一般不烧水，喜欢叫外面送桶装水。家里还有1桶半，目前水是不缺，就看食物了。想到食物，他慌忙地站起来。他每个月10号收房租，再买1个月的食物。今天才1号，就是说食物只剩下10天了。他不敢开灯，用手机自带的手电在家里四处翻找着食物。忙了半天，把所有的食物和物资清点了下。目前张小强所有的食物及物资为：袋装方便面17包，大米约12斤，腊肉2块，约8到9斤左右。他乡下舅舅拿来的有些肥，平时不爱吃。鸡蛋21个，面条2斤，食盐0.8包，桶装水1.5桶，香烟16包，毛碟无数，青菜为0。摸了摸肚子，省省应该可以坚持1个月吧。
食物有了，就该想到安全问题。忙完后又坐下发呆。电是不缺的，水电之都的2座水电大坝应该能保证几个月的运行。网络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该断了，应该下载些资料，在家多学习些有用的，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。想到就开始。窗外楼下的丧尸还在四处游走，偶尔还能看到住在附近的熟人也在其中。街上布满碎玻璃、撕碎的衣服，还有零星的白骨，各种垃圾，还有远处烧成空壳的公交车。想着自己也变成丧尸在四处游荡，想着食物将近自己被活活饿死，想着亲朋好友都变成丧尸将自己活活吃掉，悲凉化为绝望，麻木地走到厨房，拿起菜刀，将刀刃慢慢地抵到脖子上，闭上眼睛，紧紧捏着刀把，直到太用力手腕发疼，还是狠不下心滑下去。他放下菜刀，抱着头背，靠着墙壁滑坐到地上，眼泪不停地冒了出来。他怕死，他不敢死，想要不被饿死，必然要出去找食物，就是和那些丧尸拼个你死我活。他来到前厅，拉开窗帘，查看平台中间的小菜谱，长几排着绿油油的大白菜，看得他口水都流了下来。将视线从白菜上移开，仔细地观察四周。平台上丧尸不多，现在大门打开，2家各有几只丧尸在进出。平台上下的楼梯口有1只丧尸在上上下下，总共7只丧尸。自己从对面走过来要3分钟，他的目标就是平台中间的大白菜。赤手空拳对付丧尸肯定不行，要准备好武器。家里没什么现成的，找到他老爸以前留下的各种工具。首先入眼的是一个8磅锤，提起来试了下，太重了。继续找了找，翻出一个榔头，试了下轻重合适。到厨房拿个铁皮锅盖当盾牌，演练了几下，找了找感觉，觉得差不多了，就准备出发。到了门口又有些犹豫不决，手放在门把上又拿下来，最终想到饿死不如战死，说了句人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丧尸已经扑到他的锅盖盾牌上，震得他向后一退，以前打架的感觉回来了。他把盾牌向左一让，右脚提了出去，正中胸口。来不及多想，他跑到菜谱前，放下武器，拿出蛇皮口袋，抓起一颗颗白菜，连着泥土装进口袋，眼角瞄着对面的丧尸一步步向他走来，快，再快！他喘着气，不停地将白菜装进口袋。他对门邻居变成了丧尸，带着浓浓的尸臭向他扑来。那尖锐的利爪离他的眼睛不到10公分，一股寒意从尾椎骨一直向上透过他的脑门。他想开口叫喊，嗓子却发不出一点声音，脑子里就想着2个字：完了，要全剧终了吗？丧尸撞到了盾牌，扑了空，盾牌跌落在旁，铁柱手里的榔头拼命砸在丧尸身上，一下一下又一下。等他回过神来，丧尸的上半身已经被他砸得稀烂，迅速跑回了家，锁好防盗门，将沾了丧尸血的衣服换下，口袋里的白菜翻了出来，整整齐齐码在地板砖上，一共11颗20多斤。2013年1月20日早上7点30分，起床后来到客厅，照例清点剩余物资。5天前拼了小命换来的白菜还剩1大半，大米4、5斤，香烟昨天就没了。没有香烟的日子让他这个资深老烟民浑身不自在。从5天前开始，门外的丧尸就在门外不依不饶地破坏铁门，血肉的渴望和贪婪让他们如同忠犬一样，一刻不停地守在他的门外。吃完早餐，铁柱和往常一样走到窗户旁，看着楼下的丧尸，回到客厅，双手抱头准备今天的体能训练。宅男当的久的身体就慢慢变得虚弱，想要活下去就得拼命提高身体素质，现在哪怕一点点提高也是好的。
锻炼完，铁柱想着怎么解决门外的丧尸，看到电话后，突然想到了电话线。对了，电话线可以当绳子啊！他站了起来，将绳子一头拴在防盗门的门把上，另一头再固定好，再开门就不怕门被丧尸挤开。开条门缝就可以一只一只解决掉门外的丧尸。铁柱翻找着老爸原来的工具箱，翻出来一根三角锉刀，锉刀有1尺来长，放的时间有些长。三角锉刀锉身发黑，还没怎么上锈。70年代的工具钢，绝对保证质量。用刀将锉刀的木把削得能套进水管里，试了一下，怕不保险，用铁钉在水管和木把连接处钉牢固，就不怕关键时候掉链子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再次把门打开，一只乌黑的爪子向他脸上抓了过来，爪子的主人正使劲地想从门缝里挤进来。丧尸拼命地想把脑袋塞进门缝，脸上的皮肉同爪子一个模样，眼眶深陷，突出的颧骨在铁门上来回摩擦，似乎想把脑袋削尖了钻进来。铁柱双手举着铁枪，三角锉刀的顶三角对着丧尸的眼睛刺了下去，又有2只爪子从向他抓了过来。他拔出了铁枪枪头，如法炮制，杀掉所有的丧尸，将丧尸扔到了外面。铁柱找到了5天前遗落的锅盖盾牌，拿到手里心里总是多了些底气，虽然防不了刀枪，能挡住丧尸的利爪就行。邻居对门的铁门敞开着，屋子里没有灯光，黑洞洞的让他有些凉意。他小心地走进对面的客厅，他的目标就是厨房，其他的卧室他也不敢去，万一碰到丧尸被挠一下那就亏大了。小心地靠近厨房，在别人家里找东西总是有些不自在，前半辈子没做过这个行当。末世到来到让铁柱做了一次贼，脚上不发出一点声音，慢慢靠近厨房。铁柱听到有东西在挠厨房的门，他心中一紧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就不能让他安生点吗？铁柱骂了一句，硬着头皮锅盖紧紧护住身前，右手3个指头握住枪身，用大拇指和食指握住门把手，轻轻转动再放嗖一下，从厨房里窜出一道黑影。仔细一看，是邻居家养的肥猫，毛色斑驳的肥猫望了他一眼，就向门外跑了出去。这该死的病毒，这该死的世界，遇到猫总比遇到丧尸强。在厨房里陆续找出半桶大米、1缸腌菜、1袋糖，还有其他一些调味料，找到烟酒柜。铁柱又急忙把烟酒都搬了回来。铁柱往家里搬了2次，才将厨房扫光。食物烟酒不愁了，先清理了楼道的丧尸，省得他老偷袭我。铁柱坐在平台上，看着一个只有半截的丧尸慢慢的从下往上爬了过来。丧尸闻到了新鲜的烟味，他兴奋地张着满口尖牙的大嘴，爪子在水泥台阶上划出一道道印痕。一支三角枪头在鼻梁上一下子刺入大脑，枪头从左至右转动抽了出来。现在的铁柱越来越习惯杀丧尸了，没有了兴奋，没有了恐惧，只剩下一脸的漠然。他知道全世界60多亿的丧尸他是杀不完的，所以他只要杀掉对他有威胁的就行了。楼下有个小卖部，平常卖些烟酒服饰，还卖些大米、鸡蛋。现在他还不敢去找食物，要穿过30多个丧尸。当铁柱离最近的一只丧尸有40多米，看他到现在为止还没什么反应，让他清楚了与丧尸的安全距离最少要40米。看着平台对面的2户人家的还开着，心里有些犹豫。现在左右单元的楼层肯定有丧尸，而且家家都有防盗门，他也没办法撬开。想到这里，他下定决心，握着盾牌和铁枪就向那边走了过去。铁柱回到家，锁住防盗门，门口一边放着一个口袋，一个装满了的双肩背包，一个鼓鼓囊囊蛇皮口袋。这就是他在平台对面的收获。今天没遇到丧尸，点上一根收获的泰山香烟，只得吸了一口。到底是18块钱的烟，比起5块钱的黄果树味道更纯更香。这几家找到的物资又够1-2个月的食物了，将各类生活物资一一摆放。铁柱搓了搓手，从双肩背包里掏出了一支弩弓、一支望远镜，还有一把高仿虎牙军刀。这是从一个军迷的房间里面找到的。给钉上了线，放上一粒钢珠，瞄准了5米外的挂历，打开保险，扣动扳机，美女挂历上，美女的头像不翼而飞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好快的速度，好大的威力！要是一只丧尸在这个距离上被击中脑袋，头盖骨恐怕要被击飞。铁柱站在窗内仔细地观察着，经过20天的变异丧尸已经开始向木乃伊发展了。
头发变得稀稀落落，脸上的血肉慢慢消失，只剩一张干瘪的老皮。丧尸走动的速度并不快，没有视觉的他们在撞到墙壁和汽车等障碍物才会换方向让开。很多丧尸的鞋子经过20天一刻不停的磨损开始变形走样，有些丧尸一只脚有鞋子，而另一只脚打着赤脚，一高一低的蹒跚着。家里的食物总有一天会吃完，要想办法逃出城市才是道理。周围数以百计的丧尸将他住的楼房围得死死的，又让他无计可施。铁柱的视线转到市中心的方向，一股冲天而起的浓烟被望远镜拉入了他的视线里。31日，离病毒爆发已经过1个月，大雨从11点前一直下到现在，天色如墨，带着些许微光，让窗外的也变得朦朦胧胧的。楼下的丧尸静静地站立在雨中，布满整个街道，看起来有一种异样的情致。花园里的丧尸如大街上的同伴一样站在雨里，花园里丧尸30多只增加到现在的40多只，许多楼道里和屋子里的丧尸也走了出来，张着大眼睛雨水。虽然看不出丧尸脸上有什么表情，可铁柱能感觉出他们很喜欢雨水，似乎连对食物的渴望都变得不怎么重要了。30米、20米，他越来越接近丧尸，心跳变得加速，握着铁枪的双手紧了紧，连着深呼吸了2次，继续向丧尸靠了过去。10米、5米、2米，铁柱就站在丧尸2米左右的地方，举起铁枪对准丧尸的脑袋，做出随时突刺的准备，仔细地观察着。丧尸对铁柱站在他的旁边似乎毫不在意，只是抬着头接着雨水。他发现丧尸淋了几天雨，干瘦的面颊开始重新变得圆润，爪子上也有了些肉，骨骼也不怎么明显了。铁柱向后看了看退路，准备随时跑路，举起铁枪对着丧尸的头颅刺了下来。第21只丧尸倒在了铁柱的铁枪下，终于将通往小卖部的路线打通了，冲到小卖部门前，不比每个什么都往里装，最后已经装得差不多。他又搬来2件矿泉水，用编织袋捆好，用铁枪挑在肩上往家里走去。冰冷的雨水淋湿了铁柱，回到家找到了精品稻花香，直接来了一大口，还没咽下，铁柱突然全身抽搐起来，心脏像被人拿着大铁锤一次一次的锤击着，张着嘴想大声叫喊，却发不出声来，只有喊发着了，内脏里面像是不停地在身体里四处滚动，5腑6脏都被点燃，火焰烧燎的感觉从内往外的延了出来，手上的皮肤也变得通红。不知过了几个小时还是几分钟，痛苦结束了。我以为这回挂了，可以去见我太奶了。这雨水中肯定有病毒，一定是在雨里不小心吞下了雨水，我被感染了，变成丧尸会这么痛苦。丧尸变异要45分钟，我还没到时间吗？2013年2月1日7点，闹铃一遍遍的响着，铁柱被卧室里的铃声惊醒，没有变成丧尸，也没让铁柱变得高兴，自然也没有沮丧。经历昨天炼狱一般的痛苦，他现在的心情一片淡然。他望向窗外，雨停了。自从9天前被地病毒折腾得死去活来，经过1个多星期的调养，身体差不多已经恢复。照例来到窗前，举起望远镜观察，已经养成一种习惯。除了丧尸，外面也没什么景致让他可以看，在望远镜里，丧尸的一举一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难道那些雨水就是传说中的酸雨？街上的丧尸比以前多了几分灵活，爪子上的指甲长得更长，一些丧尸开始变得高大壮实，行走之间蹒跚，和正常人行走没什么分别，裸露在外的皮肤乌黑透亮。另一些丧尸越发干瘦，身形变得矮小，也变得更加敏锐，关节更加灵活，已经能翻越一些矮小的障碍物，爪子上的指甲长得更长。丧尸要长上1倍有余。通过这些天的观察，铁柱楼下的丧尸有200只左右。进化变异过的丧尸有9只，敏捷型的有3只，力量型的6只，变异率为5%左右。我所在的 Y 城有50万人口，进化成变异丧尸的基数就有2万5千只。龙国人口为15亿，变异丧尸就有7500万。南星70亿人口，有情况。
快给他一支肾上腺，他快不行了，心率怎么跳到了200下？全球末日降临，90%的人变成了丧尸。我是一个宅男屌丝，所以躲过一劫。因为前2天的一场雨水，所有的丧尸都进化了，而持续了3个月的电力也全部停运了。和往常一样，来到窗户查看外面，突然看到楼下原来是1米以上的大狗在不断的吃着丧尸，没想到却被200多只丧尸一起包围住了。装逼装过头了吧？这回看你们往哪跑！嗷我！一只大一点的狼狗叫了一声，接着4肢紧扣地面，对着面前的丧尸喷出一股白色武器。2秒钟后，被白雾喷中的10几只丧尸不动了，2只大狼狗撞开不能动弹的丧尸，转眼就没影了。看着被撞倒在地上的丧尸，铁柱傻傻的一动不动，脑子就如同被灌满了浆水。我靠，这是魔法还是魔兽？这世界怎么了？好吧，世界末日了，病毒降临了，丧尸进化了，狗狗会异能有什么奇怪的？不能再待下去了，没电没火没食物，这样自己只会慢慢困死。来到超市装完东西的铁柱突然感觉有东西在窥探他，拿出武器做出防御姿态。忽然一只浑身麻黑斑斓的大花豹出现，硕大的头颅上2只星光的眼睛闪着危险的光芒，白里发黄的尖牙向他展示着他的凶残。2米长 1.2 米高的身躯里蕴藏着危险的力量，似乎随时都会爆发出来。尖锐锋利的掌爪从厚实的脚垫里弹了出来。靠，动物园里的豹子怎么跑到这来了？不过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呢？怎么越看越像邻居家里的那只肥猫？眨眼间豹子就冲到了铁柱的身前。豹子飞扑过来时，铁柱蹲下刀子，直接从他的喉咙一直开到了他的菊花。正要拔刀时候，发现一个不规则三角形的物件露了出来，有拳头大小。这猫也会长结石？看着像发红的石英石，色泽斑驳，晦暗不明。握在手里能感到几分暖意，握得越久温度越高。这个可以当热水袋用。战斗完回到家的铁柱只感觉异常的饥饿，开启了大吃特吃。神奇的是，吃完后自己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愈合了。难道被雨水感染后自己能数10倍的增强自身的自愈速度吗？那不就是传说中的不死身吗？老子终于要无敌了吗？明天就要出城，楼下的丧尸必须想办法应对。丧尸市里没有，听着一般，嗅觉超强。那做几个山寨毒气弹。铁柱将半湿的干辣椒为主体，加了些八角、桂皮、花椒，用床单包裹团成一团，淋上花生油。另外单独准备了些胡椒面，用报纸包着，将包着胡椒面的报纸抛向狮群，在狮群上空散开，里面的胡椒面散了出来，狮群里冒起一股股浓烟，像人类下的气味，连远处铁柱都闻到了，就更别说楼下的丧尸了。最后检查了下，又想了想，把家里剩下的一瓶52度稻花香用塑料瓶装上，和2包盐、1包茶叶一起放进挎包，装上所有的物资和武器，打开铁门，看了屋子，最后一眼走了出去。铁门被锁上，钥匙穿上细绳挂在脖子上，紧紧贴在胸口。它将是铁柱以后的精神寄托，也是他心灵最后的家园。末日到来，已经3个月近90天，铁柱离开家门，正是面对末世的就在铁柱走出小区的时候，却遭遇的地形丧尸，也是下雨后进化的2种丧尸，一个是力量型简称地形丧尸，异形丧尸。那只地形丧尸正在车身周围转着，让铁柱能仔细看到它的模样，比其他地形丧尸一大截，其他丧尸不敢接近他身边，身上的皮肤就像刚出土的青铜器，微黑而厚重，隐隐闪着金属的质感，浑身的肌肉差不多能比过沙瓦辛格，肌肉上的青筋球枝盘错，行走间甚至能感觉到车身微微震动。难道是传说中的第2型丧尸？只是不知道吃了几个人才能进化成这样。他的威胁太大，必须先除掉他。跑到了一辆大巴校车车顶，举起狙击弩，瞄准第2型丧尸。这一次他用的是弩箭，本来就只有6支，其中1支箭头还有些磨损，这一次弩箭很可能找不回来。砰的一声，弩箭消失了。弩箭呢？砰！一只普通的地形丧尸栽倒在地，一支弩箭从他右耳下方刺入，从左太阳穴刺出。完全死掉的地形丧尸被狮群淹没。
这第二丧尸，他头上长的是装甲板吧？发动第二只撞入冲进了大巴小车，又开上新的。这校车到底是进口的，就是结实，要是别国产，不知道咋样。校车经不住第二的飞轮撞击，一看情况不对的铁路好全第二天，一股温热的气息喷在他脸上。他睁开眼睛，两只巨大的狗头出现在他眼前，将清晰化为白雾打在他脸上。铁柱全身发紧，不敢动弹。两只大狗就是前些天出现在他家附近的大狗，现在长得更加凶巨。那只大一点的红头角已经有180公分，小一点的也有170多公分。哥今天是过不去了，看着自己被狗吃掉，这死法在末日还是比较有创意的。来吧。铁柱正等着他们来吃他，他们却对他失掉兴趣，从沙坑里含出了他的背包，在沙地上拨拉着，拨拉一回，他呜呜叫。铁柱来不及多想，拉开背包拉链，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，将塑料袋丢出去，用爪子抓开，吃起里面的熟肉和香肠。不多时便被两只大狗分食干净。那可是7、8斤熟肉，10多节香肠啊，一点都没剩下。吃完的大狗们铁柱好像是在感谢他，便直接跑去吃丧尸了。狗就是比猫强，难怪老人说养猫不如养狗。上个猫差点把我给吞了，还是狗好。来到城乡结合部，找到了一辆没被雨水腐蚀的自行车，奔着小区，骑着车看到山西的丧尸人员，他开心地想放歌高唱。有情况！路边停着一辆小轿车，小轿车对面的路旁有一间小屋，写着烟酒服食，渔具出租。屋前7、8只丧尸聚在一起，蹲在地上聚餐，解决了所有的普通丧尸。有了食物的铁柱刚要走，看到车里有一个人影，这不是丧尸，是一个女人，完还是活的。疑似松魔营。太久没和人交流，再加上这是铁柱在末世里见到的第一个活人，心情有些激动，发音都不太准。你是什么人？伸出手在眼前晃了几下，依然没反应。抬头看了下周围，鱼塘后零零落落地出现了几只丧尸。快没时间了，啪！终于有反应了，你是谁？别哭了。啪！他又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就像一台嘈杂的放音机被摁掉开关。耳边清静了，关上车门。开车。大叔，你以为是生化危机啊？大叔，那外面的不是丧尸是啥？那是怪物。你想像他一样被丧尸吃掉吗？不想就赶紧开车呀。我不会啊，我一直想学，可没人教啊。女人的话就像一道闪电，狠劈在铁柱的天灵盖上，将他雷得外焦里嫩。什么也不说，打开车门下车，将背包背上。走啊，坐在那等死啊！哦。骑着车在天黑之前找到了一片小树林，小树林靠着条小溪，方圆1000里之内没有人家，自然也没那无处不在的丧尸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杨可儿。可儿？哪里可儿？身上一股子透着屎尿味的恶臭。青色，绝对青色。要么是木瓜，要么是苹果，再不济也是2大鸭蛋。他呢？和你在一起的那个男的是谁？你的哥哥吗？不是啦，是我老公啦。我靠，长成这模样还有人要？那位仁兄还真是饥不择食啊。那天啊，我和老公一起逛街。病毒爆发的当天是她男朋友生日，他们一起请病假逃课去逛街，直到在超市买好食物，准备到江边的公园里过2人世界。他们提着食物才出超市，整个世界变了。街上百分之90的陆续开始变异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妈妈追上儿子追咬着母亲。我的街道看着疯狂的人群，他吓得腿脚发软，不敢动弹。他的喜欢玩游戏男朋友心理素质比较好，带着他逃到一辆正在给超市下货的货车车厢里。2个男人开着电车到了超市想找食物，可惜进去了再也没出来。结果趁丧尸都往超市里跑，汽车被她男朋友直接偷过来，一直开出去。最终她男朋友也到了丧尸的肚子里。这饭真香。
大叔，你包里有没有肉啊？我好久好久没吃过了。全喂狗了。大叔，我可不可以洗？小溪又没盖盖子，自己去洗。这水有问题的。我之前看到一个男人喝了水，马上就变成了丧尸了。那是那个倒霉蛋喝了带雨水的水，只要不喝倒嘴里就没事儿。看着杨可怀疑的眼神，铁柱还自己去了河边洗了洗手。杨可警惕地看着他，向后退了几步，觉得不保险又退了几步，直到觉得安全后才停下身子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他还在那观望。你有完没完的？你真的没变成怪物？怪物会和你谈人生聊理想吗？怪物会教你怎么写，可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写。看不到你，我怕有怪物。过来10几秒钟，铁柱又向他看去。杨可似乎察觉到什么，身子微微一动，要转过身来。当他转过身时，自然看不到什么。铁柱正做君子姿态。时间不长，他便洗完。看着溪水渐渐由清澈明亮开始发浑变黑，铁柱仰天长叹：我的天啊，这得多脏啊！收拾完准备吃饭，杨可儿吃了几口蛙，向地上吐着酸水。我靠，你怎么了？不会是感染了吧？没再理他，铁柱默默地收拾着行囊准。由于突如其来的饿，食物短缺，我被迫选择外出面对丧尸找食物。突如其来的暴雨使丧尸和动物都发生了变异，我也不幸被雨水污染，好在没有变异。10几年后，当我们以为我们将赢得这场末日浩劫的时候，一只超级丧尸诞生，而我们将面对一些极其可怕的生物。最后，你们是否还能存活？大叔，你身上的武器戳到我了，忍着点。可是你的武器戳得我浑身难受。铁柱鼻头一热，鼻血好像要流了下来，接着脑子一转，想到了他那3无产品，便如冬日的凉水浇。忽然，一个黑影迅速出现在铁柱身后，他感到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，转身一看，竟是一只 S 型丧尸。他邪恶的眼睛闪烁着饥渴的光芒，口中滴着腐烂的唾液。小心，怪物出现了！铁柱一声怒吼，他用力挥舞着刀向丧尸扑去。金属刀刃与丧尸的爪子激烈碰撞，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。我去，这爪子硬得如此异常，难道是金刚狼吗？铁柱抓住战机，快速收回刀，一记灵活的撩阴腿击倒了丧尸。趁其艰难地爬起时，他迅速绕到丧尸身后，换成反握刀法，毫不犹豫地刺向丧尸的脑袋。爆发的力量直接让丧尸瞬间失去了活力。赶了一天的路，到了夜晚，铁柱刚要睡觉，心头却一直隐隐的有不安的感觉，心里越发紧张。铁柱在火边拿着武器守着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如远古巨兽般撞碎了夜色，出现在火光边上。一个硕大的头颅上2只粗壮的锐角，仿佛要将这夜色戳破，那角自根盘旋而上，如尖锐利，在火光照耀下隐隐闪着金属寒光。2只巨大的蹄子粗壮稳健，其他隐藏在黑暗中看不清楚。我靠，这是什么怪物？怪兽向前走了2步，打量着火焰，有些好奇，似乎又有些惧怕，神色间有点躲闪。而站在篝火旁的铁柱则被他无视。怪兽似乎对火焰失去了兴趣，后退了一步，准备离开。他燃烧的木柴上爆出了一个火花，那怪兽受到惊吓，立着脚向火中冲了过来。铁柱不知道怪兽的目标是篝火，一发弩箭射在怪兽的脑门上。好，豁出去了！拿出刀，一刀插在了怪物身上。铁柱左手抓在了螺旋双长脚上，撒在他脑袋上。怪兽发出狂摇脑袋，想把他甩出去，可是铁柱就是不放手。经过一顿疯狂的这个怪物终于倒下。铁柱在一边研究着便易收的2只大脚，大脚长近60-70公分，螺旋纹路一直从根部盘到顶，摸起来有着玉石一样的温润，敲出金属的脆音。这对角真是宝贝啊！先把这肉烤了当口粮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咦，这个怪物怎么没有那个石头？难道只有猫才长结石吗？神兵利器啊，这恐怕连第2都能捅穿吧。随后，铁柱独自来到一处村庄，看到一辆3轮车，刚要上前骑，
偷袭！我就知道你们来了，你们来抓我的，是不是？这位兄弟，冷静点，我只是过路的，不是来抓你的。你不要过来，我也不想的，我也不想杀他们的，这不怪我，我是杀了他们。他们不再是我爷爷奶奶，不再是我爹妈，不是我大哥大嫂，他们是怪物，他们就在我眼前吃掉了小豪。嘿，哥们，看开点，没人说你答错了。哈哈，你骗不了我的，我知道你是来抓我的，我不要去小黑屋，你抓不到我，你抓不到我了。这该死的末世！哥今天也混上了机动车辆了，找一找还有没有柴油。在四周巡视了一下，发现有个山洞，里面的物资很丰富，几百只编织袋装满了大米、玉米粒等粮食，一只袋子能装100斤，几百只就有几万斤。粮食边上挂满了熏肉，起码杀了2头肥猪才有这么多熏肉。洞子里还找到了近1000斤白菜，码放的整整齐齐，还有10几斤味干菜，2缸腌菜。太强了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基地啊！要不要继续在这生活一直到死？算了，先搬到洞里来休整一下，再向省城出发。搬到洞里后，两人去寻找乌斯，来到了桥头，看到丧尸中有一只地形丧尸，没过丧尸全面骚动起来，就铁住他们来。身上有没有什么地方受伤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，大叔？那你有没有沾到什么东西的血液？大叔，你坏死了，我们每个月都会来的东西了。哦，那还真是一道大伤口啊！快把你的亲戚的纸给我，我有办法。拿着温热的纸挂在手脚墙上，这东西像一位银白高照的保国国父，中间以红色吸引着尸体一起。所有的丧尸因为距离够不到后，全部掉了下去。大叔，你真厉害！还是你的亲戚。大叔，快来，这屋里有人。小伙子，有没有吃的？我这还有点瘦干，小心点，慢点吃，别撑坏了。我一直在等死，等着被饿死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我在等死的时候，最大的心愿就是被撑死。我妻子跟了我30年了，整整30年了，我却吃了她，我早就应该陪她了。我吃的让我撑死了。你给我吃的，我给你一把武器，几10斤大米腊肉换这个武器，不亏。一只5-4丢丢，3只弹匣，50多个弹药，有了这个，在末世就多了一份保障。一个星期的时间，铁柱和杨可找到几千斤大米，一些玉米棒子，找到了几万斤的腊肉和山货，将近20万斤的粮食。腊肉用谷糠全部包好，可以藏好多年，近期不会变质。大叔，明天真的要走吗？是的，你不走可以一个人留下来。我决定了，你到哪我就到哪，要砸就砸在一块。哈哈，下雨了，走不了了。上次大雨下了11天，大雨让丧尸进化，动物变异。这次大雨会发生什么？上次喝了雨水，自己身体素质就好。这次的雨水少喝一点应该没什么。还没等讲明白，突然给杨可喝下去一大杯。谁让你喝这个水的？快，告诉我，你有没有觉得和平时有什么不同？有没有觉得很饿的能吃掉一头牛的感觉？没有啊。那你有没有觉得浑身疼痛，而且还是疼到骨子里那种？没有啊。那你有没有感到有一股力量不停在身边游走，抬手间就能放出小火球、冰箭啥的？没有，就是想放屁。既然他喝没有反应，那我也试着喝一点吧。地方倡导通常人在洞底，一直到拉无可拉、泄无可泄，才算消停下来。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我靠！你在干嘛？大叔，我变超人了。这大米袋子怎么像气球一样轻啊？不对啊，你扔过来我看看。这小丫头喝的那杯雨水是8分满的，我喝的那杯是5分满的，难道分量没达标？不对，看来应该是第一次喝有效，还有半桶雨水，先收着，说不以后有大用。天晴后，用碎石块堵上了通向物资平台的通道，别人绝对不会发现碎石堆后的物资，而那剩余的半壶雨水也被铁柱小心地藏在堆库最深处。大叔，你快看，那边有人在拿条幅冲我们摆手。救命啊！你先拿兽脚枪嘎了这个。唉，真是可惜这兽脚枪了。走吧，过去看看。哎呀，大哥，实在是太谢谢您了。您是不知道啊，
我被困在库房整整4个月了，要不是您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啊！你怎么活到现在的？我叫谢远山，是这个小饼干厂的业务经理。因为有饼干和自建的水池，所以存活到现在。我在楼顶看小妹，你好厉害啊！你是这大哥的妹妹吗？我是他老婆。哦，那大哥真是厉害。半夜熟睡的铁柱被一脚踢在地上惊醒。小妹妹，把那玩意放下，不然我马上嘎了他。你不要打他了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当然是想跟你打牌了。龙国都沦陷了，世界毁灭了，还要什么底线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把他嘎了，最后你也别想活。我不会把他怎么样的，只要你扔掉手中的那玩意儿，跟我去卧室一趟，明天就放你们离开，我保证。对对对，放下武器，快过来！冲洗啊！碎你4只，去找你的丧尸打扑克吧。今天咱俩的疏忽大意，差点全剧终。记住，末日下最应该防的就是人性，咱俩也不能总想着当好人。第二天正在赶路的铁柱突然发现，前面原本通畅的道路上堆着一堆废弃车辆，各自车体都成了麻花扭曲着。可是所有的车门都被扯下丢到一边，最远处实际普通丧尸绝对没这么大的力量的，难道又中奖了？突然，路上的丧尸有些在开车，一只高大的第二丧尸从车头那露出身形。这第二走到桥面就停了下来，对着空气嗅了嗅。糟了，自己正处在上风处，风把自己的气息送到了第二的鼻子前。这第二已经发现自己了，转身跑到三轮车前，调整车点火起，车头打着一个大弯向来路开去，正想尽办法加快车速，可这三轮车在这最关键的时候罢工了，速度越来越慢。好，自己忘记加油了，快跑！大叔，你在躲什么？快跑！有一只厉害的变异丧尸。切，有什么可怕的？看我去解决它。自己生前的杨盆还得让女人保护，觉得自己很没面子，铁柱冲上来，果断开枪，士气发自，打在身上，于是让第二丧尸步伐迟疑了一下，第二直接发狂的一拳打飞了上来的杨坎，看着杨坎受伤，铁柱直接绕到第二身后，看着磨破的裤子，对着第二人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